女人被同一个男人性侵了4次，在最后一次的时候被老头发现，然后就报了警。可谁知来到医院后，她竟不承认遭到了性侵，并在看到警察后更是脸色大变，随后就头也不回地逃了。急得警察赶紧大喊：不要洗澡，一定要保留好证据，这是等他改变主意呢。随后警察就人肉出受害者叫维奇，家住在幸福街。接下来他们立马来登门拜访了，可是在门外喊了半天，维奇就是不开门，只从窗帘缝里和警察对话。显然他已经被强奸犯吓破了胆，害怕他会随时再次出现，并不相信警察能帮到自己。但警察岂会轻易放弃？于是接着就在门外守候了起来。可过了一会儿，泰勒还另有公务，本森只好单独留下继续守候。结果等啊等，维奇终于出门了，然后就迅速上了一辆车。本森见状则赶紧临时征用了一辆出租车，紧随其后追了上去。最后维奇来到了一处公园，本森也跟了过来。不料正当维奇奔跑之际，突然从身后窜出了一个男人，差点没把他吓死。可谁知下一秒俩人就好像交易起了什么东西，而这一幕都在本森的监控之下。当然俩人也很快发现了本森，吓得立马分头逃窜。结果本森只是追着维奇不放，最终将他逼到了绝路。而维奇见已经无路可逃，不得不拿出了刚买来的手枪。这下问题可严重了，虽然维奇声称是为了自保，但持枪是不允许的。随后本森承诺会保护他的。就这样，本森以德服人，感化了维奇，乖乖放下了枪。可哪知下一秒维奇就被逮捕了，罪名是非法持枪，而本森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，让维奇帮忙抓住犯人，但他却不信警察能抓住对方。本森只好继续以德服人。其实维奇一直没有换衣服，已经代表他也想抓住凶手。于是在本森的不断劝解下，维奇终于同意来医院取证了。期间他也说出了4次被性侵的经过。第一次是在16岁的时候，当时是在医院当护士助手，完事后罪犯威胁如果说出去就杀了他父母，而为了知道维奇的姓名和住址，罪犯拿走了他的驾照。第二次是在维奇上大学的时候，罪犯闯进了他的公寓，先是将维奇绑了起来，然后一遍遍地强奸他。这次虽然维奇报了警，但却没去医院取证，所以至今仍是悬案。第3次则是在维奇结婚的前一天，罪犯打了他，然后强奸了他，并拿走了订婚戒指，结果导致丈夫一碰维奇，他就会想起那个人，最终维奇只能选择离婚。而第4次就是在昨晚，维奇从地铁站出来后，就突然被罪犯拉进了小巷子里，又被强奸了。但这次维奇并没有看清对方的脸，只从口音中听出是同一人。听完维奇的悲惨遭遇，本森承诺一定要把凶手送进监狱。然而不幸的是，维奇第2次报警的记录早丢了，这意味着以前的证据没了。不过法医却在这次中找到了体液。可本森疑惑，凶手不是戴套了吗？法医赶紧解释不是精液，而是甘油和矿物油。这一听好像是润肤露，法医猜凶手用它做润滑液，并且还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瓶。经检测，这和维奇体内的一样，估计是罪犯逃跑时掉的。一听这话，本森立马想到了指纹，不过法医却让他看背面，上面居然贴着酒店的名称，说明它是酒店用品。随后警察就来到了酒店，将维奇素描的罪犯画像拿了出来。结果经理还真认识，可他并不是住客，只是在这里用餐，并且现在正在忽悠另一个美女。见状，警察接着来到了他面前，拿出了画像让他解释为什么长得和嫌疑人一模一样。比尔当然回答不了，只好乖乖跟着来到了派出所配合调查。结果维奇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可比尔不承认强奸了维奇。于是警察拿出了润肤露，但比尔又说没用过。警察当然不信，比尔只好解释自己是医疗器械销售员，昨晚在外地参加商业展会，不可能在案发现场。证明就是手提箱里有外地酒店账单，结果账单上的时间还真吻合，并且酒店里的监控也拍了下来，他入住的时间和离开的时间都清晰显示。保安也说比尔整夜没离开房间。大队长不由得怀疑维奇看错了，可本森又提出画像没错呀。于是大队长只是再去找外地酒店确认下，随后很快酒店的回复邮件就来了。他们又检查了比尔住的房间，发现他竟卸下了一扇窗户，因为他不能完全打开，这本来是防止客人跳楼的。然而问题是比尔住的是1楼，他极有可能跳窗回来。随后根据这个推测，警方查到比尔入住酒店10分钟前租了一辆车，还车时间是次日上午10点。如果他昨晚走最近的路线开车回来，到维奇遇袭的巷子，单程的距离是278公里，往返就是557公里。而已查明他租的车共跑了563公里，正好够他往返并还车。所以说比尔就是强奸犯。见两人的推测很合理，大队长立即命令办他。于是警察又找上了维奇，希望他出面指证比尔。可维奇早就恐惧到了极点，于是本森又劝强奸犯有一种病态的控制欲，只有剥夺控制权才能阻止他。就这样，维奇终于被说动了。然后警察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，他们也开始跟踪起了比尔，不论他走到哪里都有警察问候，甚至尿尿都有警察陪同，并在大庭广众之下由维奇当面揭发他的罪行，整得比尔终于体会到了被跟踪的滋味，气得他要告维奇诽谤罪。可本森反驳诽谤罪必须是撒谎，结果比尔又威胁要告派出所。不料本森反而很高兴，因为这样比尔就得出庭作证，相信陪审团不会放过他。这下比尔可不敢了，但本森并未就此罢手。 And every time you look over your shoulder, you're gonna wonder, are they following me? Get out of my face. You're my bitch now. 现场气氛瞬间焦灼了起来。
最后气得比尔咬着牙骂：“你们都一样。”而本森也没继续下去，带着维奇潇洒地离开了。此时维奇却很是忐忑，因为比尔并未像预料的那样说漏嘴，可本森已得到了想要的。他判断比尔并不是只强奸了维奇一人，理由是他说了你们都一样。如此憎恨女性的人不会只袭击一人。接着根据比尔每年的出差地点和日期，比对到访城市的袭击案，找到了10起作案手法相同的强奸案，而这些案件的共同点是，都发生在医院。受害者有医生、护士、药剂师和管理员，甚至还有1名病人。加上维奇当年也是护士助手，并且罪犯都是跟踪他们，多次强奸，让他们听话。所以20年来，比尔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恐吓妇女，简直就是罪大恶极。然后本森就找了检察官，想让他起诉比尔，可检察官竟拒绝了，理由是11名受害者只有维奇一个证人，而且最后一次他还没看见罪犯的脸。这一下就把本森整无语了。想惩治罪犯怎么就这么难？不过下一秒他就想到了证据，其他受害者可能有罪犯的 DNA， 而检察官也确定这个可以。于是接下来警方的任务就是联系其他派出所，找出令10人报案时采集的 DNA 证据。可不成想打了一圈电话，每个派出所都有几千份 DNA 待检测。等到本森需要的结果出来，要到猴年马月了。因此本森决定亲自去找，却不料在堆积如山的证据仓库里，要不就是找不到，要不就是即使找到了，却因保管不善发霉污染了。不过好在幸运的是，有个派出所找到了维奇上次报案采集的证据。然而不幸的是 DNA 已经退化，只有几个等位基因吻合。可还没等本森郁闷，他又提供了一条线索，就是他们发现了比尔的一个秘密储藏室。于是俩人立马把它撬开了，哪知里面简直触目惊心，竟挂满了受害者的相片，还有道具。接着警察仔细检查了起来，不仅发现了所有受害人的驾照，还找到了他们的内衣以及一些录像带。结果本森随便播放了一盘，竟恰巧就是偷拍维奇的。内容显示从16岁时，比尔就开始跟踪偷拍他了，而这些都可以作为佐证。随后就立马开庭了，检察官当庭播放了那些录像，维奇则证实里面是自己，并指证比尔强奸了自己4次。然而对方律师却反驳上一次的证据 DNA 已退化，第4次又没看见罪犯的脸，所以他认为维奇看错了。但比尔就像噩梦般缠绕了他15年，维奇岂会认错？他十分确信4次都是比尔干的，律师也就不再追问了，一切都交给法庭判断了。却不料最终法官判决退化的 DNA 证据不予采纳，比尔被无罪释放。等到检方有了新证据可再起诉，这无疑对维奇是重大打击。本森还想规劝，可他已不再信任警察了，更是认为正义已死，这让本森也是五味杂陈。努力了半天，竟还是让罪犯逃了。他一边发着牢骚，一边随手拿起了一卷证据胶带，哪知竟瞬间眼前一亮，突然想到了能将比尔绳之以法的方法。随后他就火急火燎又砸开了维奇家的门，首先想确认比尔第2次袭击时待了多久，而维奇回复是1整夜，自己还被绑了起来。接着本森又问用什么绑的，维奇回答是胶带，而这些就是本森想确定的。随后警察在当年的证物里找到了那些胶带，这下证据算是有了。紧接着俩人就又来将比尔逮捕了。他当然很不服气，哪知这次的罪名竟是绑架，因为比尔第2次强奸维奇时，将他扣押在屋里超过了12小时，属于1级绑架罪，胶带就是证据。这下维奇终于亲眼看着比尔被关进了笼子。Now I'll always know where you are. Be a good boy. Behave yourself.